发现出血点了，是根比较粗的分支动脉，在这个部位很少见。止血。看什么呢？止血钳。探查血管。 你原来在平津就是这么做手术的，谁教你的？手术室不是你逞英雄的地方，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江医生，你刚才那波操作简直了，你教教我呗。乐于助人是好事，但不分场合的自负，那可能就叫添乱了。江医生，下次得注意。陈医生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有的时候啊，真得向我学习学习，心胸宽广点儿。你是二丫大哥大，自然立于不败之地。哄小孩嘛，我是不如你。行，你有本事，我看你在台上连自己心率都稳不住。哎，江医生，我还是佩服你。上次的治疗方案发你邮箱了，记得查收。哎，江医生，今天的事情是我连累你了，你想怎么说我都行，但能不能拜托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没必要替一个不专业的医生保守秘密。如果你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，趁早转行，别拖团队的后腿，也别拿患者的生命当儿戏。上车。啊？谢谢你带我来这儿，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。我是让你来调整心态，不是陪你出。随意心吧，你非得给自己立一个生人勿近的冰山人设，你不累啊？心理学上说了，你这种行为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就叫做抒情障碍，就是心里明明有情绪，却表达不出来，总是藏着掖着，令人误会。你学的倒是挺杂的呀。这书上还说了，说往往是因为在童年的时候呢，缺乏关爱和沟通，总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总是习惯隐藏真实的自己。前女友啊，你干嘛不接？管好你自己，小心掉海里。心理学上还说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刻意的保持距离，不是因为讨厌，而是因为逃避。江医生，你属于哪种？
家属简单示个等一下。Daniel。听爸爸糟糕的我吧，能晚点送。又烂在回忆里碎了。雨水交代又落下，随便是泪还是雨吧。经不过我的世界吧。是明是暗是为你种的花。对不起。只为你有写下，书信很短，可思念很长。如果想念会说话，偷偷拆穿我牵挂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我应该属于第三种，放不下执念的那种。执念要是那么容易放下，就不叫执念了。每天刷牙是日常，但是你的牙刷真的干净吗？过期的牙刷是细菌滋生的温床，不仅使刷牙效果大打折扣，还可能造成牙龈红肿、出血等一系列的口腔问题。为了您的口腔健康，建议每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哦。你还记得这儿吗？咱俩第一次约会在这儿。记得。这个好漂亮啊，怎么卖啊？1个14，姐姐很便宜的。那我拿2个，2个28，谢谢漂亮姐姐。妹妹，拜拜。拜拜。小老板，我想买你个小海螺，小海螺怎么卖呀？姐姐，慢点慢点啊。唐毅姐姐，我怎么感觉有其他人啊？姐姐带男朋友过来吗？别往深处跑，注意安全啊！别瞎说，这是姐姐的新同事，江医生。哥哥，我能摸摸你的脸吗？好。嬷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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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在，爸爸在，别怕，别怕，这小孩子不看着爸爸，
救救我的孩子！谁来帮帮我呀，嬷嬷！这孩子怎么摔成这样？女儿啊！干什么？哎，这还掉了颗牙！别碰！你是医生？快打120！哥哥，你长得真漂亮。哦，你这么有眼光啊！就是这双手好像很熟悉。哥哥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我也觉得，好像是在哪儿见过。你这么小就学会搭讪，你真小心把哥哥给吓到了。那我给他一颗小海螺。哦，这么小就学会收买人心啊！长大了可怎么得了啊你？啊，对了，姐姐今天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呢，把手伸出来。摸摸看。这是我的小乳牙。真聪明，姐姐把你乳牙上面的小黑洞洞全都补好了。你以后啊，少吃什么巧克力啊、糖果啊，千万别把碳酸饮料当水喝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今天卖了多少个？才几个？才几个？没事儿，一会儿让江哥哥帮你把东西全包了，怎么样？嗯。那你怎么表示一下？抱一抱。嗯。换我啦！来，姐姐抱一抱。哦！哇！妈妈，你女儿一定会成功的，对吧？谢谢你，江医生。江医生，姜糖拿铁喝过没？没。唐医生，早上好。哎，今天口红色号不错。这人不对劲啊，谈恋爱了？哎，不对呀，小伙子，我后面这颗牙齿，你今天干嘛不给我一起种啊？您这糖尿病控制不好，血糖不稳定，伤口的愈合能力比较差，这个种植牙容易反复感染。是啊，阿婆，您现在这些余留牙齿还能发挥些作用，已经基本满足日常需求了。等血糖稳定下来，再评估一下适不适合种植嘛。好嘛好嘛，你们说的算。傻小子，有钱都不准。不用谢。丑死了！赔钱！你先坐。
我叫葛宝根，今年63岁。7月17号，我在你们医院一个姓秦的大夫给我装的假牙，我花了5000多块钱，用了没几天。坏人，你说你们医院是不是在坑人？您说的秦大夫，是哪位秦大夫？就是那个秦，就是那个秦大夫。您说的这个秦大夫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您这牙呀，属于是正常磨损，赔不了。赔不了。7月17号上午10点30分，在你们医院那个姓秦的大夫给我装的假牙，我孙子还叫我装完了牙领着他去买糖吃。你们医院还讲不讲道理啊？您先别激动，这样，您先坐，我们好好说。哎，这个赔是赔不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修。修？我为什么要修？我不修。大爷，你听我说。你赔钱，你还我孙子！你大爷，你还我孙子！你葛大爷，葛大爷，你冷静一点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，又跑这儿来了。蒋阿姨，人找到了，在这儿呢。来了。葛大爷，你没受伤吧？你看清楚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哎，你这个死老头子，我一下看不住你，你就给我闯祸，人家大夫怎么找你惹你了？你给人破医生啊！他不给我赔钱。哎呀，你赔什么钱呢？你这牙都用了10年了，人家凭什么赔你钱？没事没事，蒋阿姨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哎呀，没事吧你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我这个老头子他老年痴呆了。平时犯糊涂，见了什么人都会乱骂一通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，给你添麻烦。没事，阿姨，没事的啊。来，哎呦，大孙子，怎么还哭了呢？别哭，爷爷给你买的什么？棒棒糖，可乐味的，你不最爱吃吗？尝一尝。睁开眼睛看清楚，我是你老伴儿啊！走，咱们回家吧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阿姨，慢点啊。走。你大孙子在哪儿呢？没看见他呀。回家了，我还得给他买糖。好。葛大爷的孙子，10年前的7月17号走丢了。清醒的时候，这些年他就在周边的几条街来来回回、反反复复的找。糊涂的时候，就像今天这样，移花接木，谁也控制不住他的情绪。经常来这儿吗？孙子丢了，儿媳离了，儿子也闹掰了，出去10年都没回来过。哪儿还有他能去的地方呢？也只有在这儿，我们可以陪他聊聊天，说说话。你手烫伤了？没那么矫情。护士没跟你说过诊室有常备药箱啊？抬手。Daniel，
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牙口不好，安装假牙或种植牙就能一劳永逸？当然不是，再好的义齿也需要定期维护。建议每半年到1年时间前往医院定期检查，确保义齿或牙冠的固定情况良好，必要时及时进行调整或更换。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工作忙，没时间讲。没时间跟我联系，却有时间跟其他女医生听海、吹风，你还真是会享受生活。你跟踪我？我想看看你现在的生活。过去我认识的丹尼尔是所有人眼中的焦点，现在为什么自甘堕落在这种地方？而且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江医生就没找过他。就是。七月，刚刚那个牙周炎患者，你记得明天要随访，注意恢复情况啊。行。哎，唐医生，刚才来的那位美女是江医生女朋友吧？看着可不像一般人呢。看她那包，那可是限量款。哎，你们说这种大美女能看得上江医生这种怪人，这眼光也是够独特的哈。就是，咱还想不通呢。哎，你们说她是前女友还是现女友啊？应该是现女友。好了，别再八卦了。林菲儿，认清你的身份，我们已经一拍两散，你现在凭什么指手画脚我的生活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跟你分开。那这些年到底是谁在逃避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国际上的各种峰会和学术论坛，你倒从来没有缺席过。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？是，我是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，但是这不代表我忘记了我们的感情。丹尼尔，这个戒指你还记得吗？这是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你亲手刻的。我们当时不是说好要一起带着它走向巅峰的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无论到哪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我只是想守护好这份承诺。你应该是忘了，想要走上巅峰的人，一直都是你自己。丹尼尔，是我那个时候太年轻，太想要成功了，我很多想法都很冲动。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们的感情。我现在回来也是为了你。我真的是很想弥补我们错过的那些年。没有谁可以原地踏步10年，去等一个人回头。你要是真的往前看了，就不会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我只是在等值得我继续前进的人。如果相爱有时差，能否陪我闭着眼说谎话？你不爱我，不要你。感谢啊！不用谢，希望你和宝宝都注意健康。你是不是还单身啊？要不咱俩加个微信，我把我弟弟介绍给你。他呀，人高话少，工作好，但最主要的是他疼媳妇儿。你要是嫁给他呀，肯定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联系方式我回头让他们推给你。你以后有什么口腔问题，都尽管来问我。但是这相亲的事情，咱们就暂时放一边。我们唐医生啊，可是有人追呢，跟人家陈医生俩站一块儿，那叫一个养眼。真可惜啊，好不容易看上这么一个妹妹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技术有技术的，这样以后谁娶了你，可享福喽。走吧，我送你下楼。去吧。哎，你单身吗？我啊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和林菲儿其实……前女友嘛，特意来找你求复合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江医生，你要珍惜啊！
让你相信，除了我，没有人更适合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昨晚动用了点小小的人脉，查了一下那位千人姐。你猜怎么着？不查不知道，这女人狠起来真没男人什么事儿了。国外10几篇重量级论文全部都是她写的。现在一回国，引进各大医院争着在抢，简直不要太风光了。不过像江天才这么毒舌又龟毛的男人，简直配不上我千人姐的英姿飒爽。哎，你说女人独美不好吗？非得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，想着找头。不是，人江医生哪里就不好了？你不会是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吧？你不是喜欢陈医生吗？乔七月哪里看出来我喜欢陈医生啊？那是对师兄的尊敬，尊敬好吗？哎，你别否定我啊！你不会真对江天才有意思吧？老婆一个人单恋有什么用啊？那是他没眼光。不过陈医生对你的心思都写在了脸上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他有吗？算了，当局者迷。反正你记住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只有姐妹我才会跟你站在统一战线。好啦，你赶紧出去看看患者什么时候到。走了啊。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不让我患者等着。不走啦，走走走走。江医生早，江医生早。你是打算后半辈子就这么给人修牙补洞混下去是吧？昨天晚上我在网上义诊的那个腮腺瘤的患者，昨天安排在哪个诊室？哦，他刚刚改挂陈医生的号了。又一个变卦的。江医生，您也知道，咱们科室还是看牙的多。那人家来了，到楼下看见陈医生在，自然会改主意。要不这还有几个美白修复的，您安排一下。他竟然没生气啊！江大夫啊，谢谢你啊！上次我老头子那么对你，你都不跟我们一般见识，还愿意继续帮他看牙。都是误会，别往心里去。来，慢点啊。我儿子离开家的时候，不比你大几岁，10年了。这个没良心的，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往家里打过。好好的怎么又哭了呢？别哭，儿子是结婚，又不是不要你了。劝劝你妈，大喜的日子别胡来，还哭哭啼啼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江大夫，老头子你又糊涂了，这是江大夫。什么大夫？你领你媳妇去看大夫了？大夫怎么说？男孩女孩啊？男孩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只要健健康康的、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和你妈呀，没什么本事，将来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大忙。这带娃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啊，你们该忙就忙去吧。葛大爷天然牙形冠修复的可能性不太高，所以目前最适合的方案还是佩戴活动义齿。您平时要多注意一下葛大爷的口腔状况，避免他误吞误吸。
这是口腔卫生一些注意事项，还有我的电话号码。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或者不舒服，随时可以跟我联系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夫。你是个好人，是个好孩子。我们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儿啊，你现在都当爹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，没日没夜的在外面拼命了啊！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，你现在不多陪陪他，往后你想陪，都陪不了了啊！常好，你先哎，医生，我这个嘴里啊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出血，而且这口腔溃疡反反复复。我觉得肯定就是这牙结石影响的。我媳妇非说我这是上火了，也不让我来看医生，也不让我洗牙，说这牙会越洗越松。我们的牙结石如果不及时清理呢，就会越积越多，继而把牙缝填满，然后呢就会导致牙龈萎缩。那如果把牙结石清理掉呢，牙缝就会显露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些人如果牙槽骨吸收严重的话，就会感觉牙齿松动的。哦，所以说呢，定期节制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只有把牙结石清理干净了，才能有效预防那些牙龈萎缩或者牙周病的发生。我就先帮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好。哟，您这平时辛辣食物没少吃吧？挺肿啊。哎呀，吃的挺清淡呀。这不会是……这样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，您去那个检验科验一个血，然后等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再……你等一下，我就洗个牙，没必要这么大动静吧？您别紧张，这个就是节制前的常规检查。什么常规检查？我媳妇前几个月在别的地方洗，人家也没让查什么，洗完就走了，怎么来你们这儿？啥意思？拿我当冤大头，想坑我钱？你这人怎么是这样子呢？我们在节制的时候呢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创伤。那如果说您免疫力低下，或者是血液有问题的话，会造成大出血的情况，那我们也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嘛。这样，那是得好好查查，别回头在你们这儿感染什么乱七八糟的怪病，到时候你们不认账，哼！这人不会真是……孕妈妈在孕中期4到6个月是安全治疗的窗口期，洗牙、补牙均可进行。拖延治疗容易导致孕后期治疗风险增加哦。且孕期口腔疾病可能会导致胎儿早产或低出生体重，因此在怀孕前做好全方面的口腔检查和保健十分必要哦。什么叫疑似 HIV 感染啊？什么叫疑似 HIV 感染？我好好的来洗牙，你们咒我得的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有病？您这个指标有点异常，我们有义务告诉您这个情况，也是希望您可以接受复检。我检什么检？我这口腔溃疡上火了，给我等着啊！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，都过来，来，你们好好看看啊！我烟酒不沾，黄赌毒不碰，多数难得一个人。说得了什么？这个玩意儿啥？离谱！离院上谱！院长呢？把你们院长叫来，今天必须跟我说吧。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，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您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好吗？你们少废话！你别动手啊！你们一群庸医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先把器械拿去消毒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这位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说，可以吗？这让我怎么冷静啊？干什么去？上哪儿？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事儿没个交代，谁也别出这个门。哎，你这人也真够有意思的。
你要交代凭什么找人家医生啊？是啊。先不说你这就是个疑似，你就是真确诊了，你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平时私生活不检点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！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还怨人家医生。你们等一下，别走，谁也别走，谁也别走！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放开！没事吧这？这要是感染了怎么办呀？你说说。哎呦！曾院，可是发生职业暴露了。职业暴露？对，刚才那个患者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江医生的。阻断了吗？走。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为什么要替我挨这一下？路过，顺手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人家唐医生也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唐毅，怎么样？受伤没有？哎！进来不敲门，防护也不做，你是嫌暴露人员还不够多吗？江医生今天可是受了大委屈了，要不今晚我做东，给你压压惊。我敢吃，你敢请吗？我哟，还品呢？看来状态没我想象中的那么差呀。师傅，别担心，幸好你第一时间吃了阻断药，这个是至关重要的。而且现在阻断的成功率已经能超过95%，工作上不用担心。我们会找同事替你顶班，工资奖金照常发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回家休息。这期间呢，如果有什么发烧、乏力、疲倦的症状，及时给我打电话，不要硬扛。我们都等着你回来。近日，多名消费者曝光临海市35口腔诊所乱象，受害者陈女士和其丈夫杨先生主动接受我台电话采访。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还江医生人情，毕竟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我来给你做顿饭，不过分吧？不用了，你回去吧。HIV 的传播途径你还不知道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想多了，我将没有多余的拖鞋了，我没法招待你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自卑啦。果然，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家。你这家跟样板间一样，活得还真是没人情。江天才，你至于吗？对客人能不能有点基本的尊重？我现在是特殊人群，免疫力比较低，我得对自己负责。行，
算你惜命。看看吧，我都买了些什么。这些都是我在你家楼下超市买的。还有这个面包，我觉得这个面包特别适合你最近的这个。我不挑食，很难想象你是一个会做菜的人。头绳。哦，我自己来。不高兴，这是属于你我的秘密和伤心。我只是不想我的菜上多出10几种细菌来。我陷进，指尖落在你耳鼻附近，我相信。忘记了提醒我深呼吸。You got shit to confess, I got shit to confess too. Bring feelings on the dance floor. 这点你比我有天赋。让我跟随你的脚步，想你会击中我的角度。要是你就走了 ，Am I for many days？ 当你走了，算了忘了吧，我们一起热爱，今晚不作罢了吧。你不在乎的，跟我不想一起跳舞，忘了吧。算了忘了吧，我们要不热爱，今晚不作罢了吧。你不在乎的，跟我不想一起跳舞，忘了吧。洗牙室虽小，选择需谨慎，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口腔治疗。其医务人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，遵循一人一机一消毒的消毒设备和制度保证，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肝炎和各类疾病的交叉感染还有传播。